有一部古装的电视连续剧，重播率就很高，名字叫《康熙王朝》。说这个剧为什么这个重播的这个频率比较高呢？有俩原因，就大家爱看的地方。首先爱看的谁呢？陈道明和斯琴高娃的演技，一个演康熙，一个演孝庄。第二个呢，很多人尤其是男的，愿意看里头啊明珠索额图这两党争斗，就觉得这两个人斗得不亦乐乎啊。给很多人在琢磨办公室政治、人际关系上啊，能提供活生生的教材。那其实索明两党之争呢，也是康熙年间有名的党争，这不是电视剧虚构，历史上也确实有这事儿。只不过呢，电视剧里边改编了很多这个人的命运呐，它包括当时的际遇，这个事儿是有。那么党争明显是不利于国家的。那么这两个人在一块斗，既然对朝廷不利，我们知道康熙那是有作为的有道明君，他怎么能任由党争在自己眼皮底下他不管呢？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为什么康熙一开始能纵容索明两党党争，这里边有帝王极为深刻的权谋之术。他们权倾朝野，他们是康熙帝下的左膀右臂，他们一个被称为冕相，一个被称为所相。索额图与明珠，清朝康熙帝下的两个重臣，究竟是如何争权夺利的？康熙帝又为何对他们的行为浇灌纵容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索额图与明珠之争。那么咱们首先说索额图和这个明珠这两个人，他们的起家呀，并不完全像电视剧里写的那样。索额图是根红苗正，有势力；明珠呢，基本就是靠自己奋斗上来的。你看这个索额图，他是他爹，咱们看电视剧里也写了，是4位顾命大臣之一，首辅大臣索尼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当时顺治年幼的时候，朝廷里有4个大臣，这4个大臣呢是帮着顺治治理天下。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鳌拜、鄂必龙。索尼，臣在；鳌拜，臣在；苏克沙哈，臣在；鄂必龙，臣在。现在给你们4位大臣晋封为侯爵，时亲王禄。臣等谢恩。这下责任重大了吧？其实啊，我就是想靠你们几位给皇上多多的帮衬。这里边4个顾命大臣，索尼是老大，这个索额图呢是索尼的儿子。那么这个当时鳌拜到后来专权，孝庄太后也看出这步棋来了，但是鳌拜势力很大，很难动。当朝唯一能和鳌拜掰手腕的，有把鳌拜斗倒实力的，就是这个索尼。可是索尼呢，这个老狐狸呢，他有他自己想法，就说我和你斗，斗来斗去容易两败俱伤。当今皇上，尤其是垂帘听政就后边那人孝庄太后，意见不明，我贸然和你斗，我何必呢？我得装糊涂。所以后来呢，苏克萨哈和鳌拜两个人斗，两个人就找索尼说：“你是首辅大臣呢，现在科举考试就和现在高考似的，谁当这主考官？”苏克萨哈说：“我认为谁谁行。”鳌拜说：“我认为谁行。”说找这索大人评理。索尼当时听了呀，得到他发表意见了，他躲不开呀。突然间他咳嗽一下，一口痰没上来，昏过去了。本官建议由皇亲国戚班布尔善出任主考官，内阁大臣苏克沙哈仍然坚持原意，由本官出任主考官。内阁大臣鄂必龙同意重新斟酌主考官人选。这不2比1啊！左宗棠尚在病中，表不表态，悉听尊便。父亲，父亲！哎呀，父亲，您怎么觉得不舒服了？哎呀，不好，家父的病又犯了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了，给老爷进药。索额图赶紧，哎呀，父亲大人，把他接走。为啥？躲避矛盾，他这装病。这俩人前脚一走，后脚索尼就活蹦乱跳的，病就好了。为啥？他不想卷入这矛盾圈子。那么什么时候他出手了呢？
孝庄皇后一看呢，要想收拾鳌拜，非得倚重索尼的力量，所以孝庄皇后亲自出面，干了件什么事呢？把这个索尼的亲孙女赫舍里和康熙婚配，成为康熙的皇后。太皇太后懿旨，帝王承天意，顺民心，行大婚之礼。赫舍里氏乃索尼之孙，索额图之女也，聪慧孝顺，柔媚秀丽，特立为中宫皇后，母仪天下。这时候索尼成了太国丈了。这会儿大家注意啊，电视剧里写赫舍里是索额图女儿，不对，赫舍里是索额图的亲侄女，她是索额图大哥的女儿。这索尼一看得，太皇太后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得出山了。所以他出面来斗鳌拜。后来把鳌拜灭了的时候，索额图立了大功，所以康熙当时就定了嘛，把你从这礼部侍郎一个副部级位置弄到国史院大学士，直接提拔成副国级。所以索额图呢，他的家世呢根红苗正，他成了康熙早期最为倚重的重臣。将近海困岛已1年有余，台湾军心不稳，民生凋零，朝廷战机已现。同时，西北噶尔丹如天边的乌云，越压越近，台湾久拖不决，必然鼓舞噶尔丹不臣之心，故朝廷应该在噶尔丹东进之前收复台湾，以掌握全局的主动。就是他的家世本身啊，人家有势力，人脉广，而且确实能帮助康熙在亲政以后治理天下。所以索额图是这么上来的。你等明珠呢？不行，明珠呢叫纳兰明珠。咱们知道清朝有个有名的大词人叫纳兰性德，也叫纳兰容若，那就是明珠的儿子。纳兰明珠呢，他家姓什么呢？姓叶赫那拉，就跟慈禧呀，是他们这一支的。这个纳兰明珠呢，并不是说像电视剧写的那样，康熙年间才开始当官，人家顺治年间就当官了，但是官当的小，为啥？家世不行。因为在满族这个领域之内啊，叶赫那拉这一族和爱新觉罗一族是世仇。当年努尔哈赤带着爱新觉罗一族，差点把叶赫那拉给灭了。当然，纳兰明珠很有才华，他的起家完全是个人奋斗。后来一点点小官做着做着呢，也算在朝廷里站稳脚跟了，但是呢，根本就不上手，在官里边。什么时候他出头了呢？就是康熙决定要削藩的时候。这么多年来，朝廷每年要拿出600万两银子供他养兵，连老百姓都知道啊，三藩之用，办天下。皇上圣明，但臣觉得皇上的账本还是漏算了一大块。皇上只算了吴三桂的花销，没算朝廷对他的花销的再花销。朝廷养着他只需1个银子，但是要防他就得拿2个银子。这时候呢，明珠站在这个朝堂，他就仔细观察，发现康熙呢，索额图他们一说话，康熙爱理不理的。康熙就问户部这些大臣，像陈廷敬他们问，这个咱们还有多少银子呀？这粮食能支撑多长时间呢？明珠一下就明白，皇上想干嘛？要削藩。所以这时候明珠决定，我得冒一把险，站起来。皇上，我和他们意见不一样。皇上，以臣之见，三藩者，其功不可没，其过也不必讳言，其危害更不可掩饰。先前朝廷对三藩败亡封爵已经赏足了他们，倘若哪位藩王心有不足，胆敢闹事的话，以皇上的圣明，大清之国力，将帅之忠勇，必能一击而溃。康熙一听，哎呀，我正需要这样的人，所以这一个事决定了康熙要重用他。所以明珠自此平步青云，3年就干到大学士，就到这种程度。所以不像电视连续剧里写的，电视连续剧怎么写呢？说明珠呢是康熙年间靠科举上来的，能耐也不错。这个人察言观色，精于溜须拍马。他小客店里头呢，跟着另一个有大能耐的人武慈友，他俩一块住。
这时候皇上呢，康熙小啊，就扮成龙公子来向武次友问计，如何平鳌拜、雪三番这些事儿。这马呢，他停到外头了。明珠进来一看呢，跟着这个女孩就是苏麻拉姑，光彩照人，后边有武士跟着，雄赳赳气昂昂，这人身份绝不一般。把这马匹往起一撩，一看垫子底下金黄颜色有条龙，这龙可不一般，5个爪，5爪金龙啊！武兄有贵客来访啊，龙公子，这有什么说法呢？这位是我的拜蒙。如果你在现在看到清代的文物上，要是有刻5爪金龙的，一定是皇帝用的。为啥？皇帝往下，王爷背了只能用4爪的，所以他一掀这个马鞍子，看底下锦缎子，金黄色的，上绣5爪金龙。明珠明白，这是皇上微服出宫了，所以这时候他赶紧溜须拍马。奴才明珠叩见皇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朕的身份？皇上，奴才头一次见皇上的时候，就瞧出皇上腾龙卧虎，气宇不凡，因此每次皇上回小殿的时候，奴才都暗中保护，以防不测。不想今儿被皇上瞧出来了。这样吧，你也不必再回恒通礼殿了，朕委你为5品候补道台，现在就去吏部报道吧。谢皇上厚恩。电视剧里这胡乱写，不是那么回事。真实的明珠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干起来的，可以说有远见卓识。所以说这里头明珠和索额图起家不一样，一个靠个人奋斗，一个本身家世根红苗正。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索额图与明珠之争。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。那么这2个人呢，一点点势力大起来呢，在朝廷里各自培养自己的党羽，就开始斗上。斗上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无论是电视剧里还是历史上真实的康熙，不管。说康熙这么明白人，这事他不管吗？其实这个事情对康熙有利，你只要结党营私，咱们看电视剧里写的有很真实。这是家父的年金20万两，请师兄务必晓纳。哎呀，好，恭敬不如从命吧。不是说明珠索额图多贪财，因为他通过买官卖官有个最好的方式。我通过我的能量，你给我送钱买了官，那你是不是花钱买的？这是不是行贿？那么有朝一日你要不听我的，我就把你花钱买官的事周出来，你是不是得听我的？所以索明两党用这种方式呢，拢了很多党羽。你在京城不能总是孤身一人呐。老夫助你5000两银子，让你来安家。谢所相大恩。明相，吏部的年查已经告一段落。这是部你的首批择生名单。广帝啊，真正要提拔升用的人早就拟好了，在我这儿搁着呢。你想想，索额图明珠这么想，皇上也这么想啊。你们不结党营私收贿赂吗？变成坏蛋了吗？好办了，你变成坏蛋我还倒用你，为啥？你一旦哪天不听我的话，我把这事周出来，以大清律例收拾你，祸灭你9族。说，那份名单上有所相门生4人，明相门生3人，还有太子殿下安排的3人，大阿哥安排的2人，总共是12人。而督府之缺总共有7席，根本就无法妥处。皇上，臣有罪。所以他这个索明两党结党营私，贪污受贿，反而康熙愿意这样。我怎么捏你怎么是。而这2个人不是窝囊废啊，那都是治世之能臣，有本事的，那要为康熙所用更好。而且这2个人也不是永远斗下去。你像这康熙王朝里边，姚启圣当福建都督的时候，那为了这个收复台湾，正得这个康熙恩宠，所以明珠索额图害怕他把自己的位置给弄起来争宠，所以这俩人反而拉起手来一起整姚启圣。自迁界靖海之日起，朝廷6部、东南4省的督府均不断的飞报，飞声骤起。他们力斥姚都之祸不下于正经之祸，臣叩请皇上罢免姚启圣，改弦更张，另筹平台的良策呀。臣
也叩请皇上罢免姚启圣，另筹平台善策。就说没有永远的敌人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所以康熙在这时候左右逢源，来回调动。他并不担心这点，反正你污点都在我手，说那么倒你我就能倒你。那说为什么后来康熙又下手收拾他呢？这是因为党争也罢，你不能动国之根本。这两位最后呢，为了争夺终极利益呢，开始打上皇储的主意了。何谓皇储？太子之争。皇太子胤禛忠孝仁义，聪慧贤能，朕决意立胤禛为皇上。哎呦，皇上，老臣冒死禀报，据京城可靠消息，在皇上病危之时，左图与太子竟有不臣之举啊！他们播散谣言，说皇上龙玉归天了，太子府甚至预先定制了继位所需的皇冠龙袍。皇上，他们甚至盼着皇上归天呢。是，这个电视剧写的还是挺准的。就是当时呢，皇长子呢是胤禑，胤禑呢是纳兰明珠的亲外甥，纳兰明珠妹妹叫纳兰明慧，就是电视剧里那惠妃纳兰明慧。纳兰明慧呢是这个康熙的妃子，生了皇长子胤禑，然后皇后赫舍离，是这个索额图的侄女，她生的呢二太子胤禛，就第二阿哥胤禛。然后这胤禛呢，由于是索尼家的。这等于是索尼的这太外孙了，这往下是索额图的外孙，就这样呢，根红苗正立这个胤禛为太子。太子啊，你是储君，皇上并没有下旨传你，你怎么能擅自离开京城？我可不能在这干着急啊！万一皇阿玛不测，明珠和大阿哥们手握雄兵，会不会接到皇阿玛遗言，交旨参政呢？太子所虑甚是，老臣也担着这个心呐。我们可怎么办呢？老臣以为太子要坐镇京城，万一皇上康复，那太子也临危不乱，监国有功，万一天有不测，以太子之尊提前登基，接续皇统啊！登基？对，君临天下，昭示四海。是啊。如果明珠与大阿哥有非分之想，即可宣布他们为乱党，颁旨即行罢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分成两派了。当康熙略微的表达对自己的太子对胤禛不满的时候，明珠认为机会到了，就想让自己的外甥皇长子胤禑立为太子。那索额图当然就不干，双方就开始围着这个开始斗了。这康熙不干了，所以这时候康熙不能容忍了，说我再让你们这么胡闹下去，最后我这皇上也甭当了，我家里事你都管了。所以最后在这个康熙执政的中期，先对明珠下手，他让当朝的御史弹劾明珠贪污受贿。明珠豺狼心，蛇蝎性，鬼欲行，奸臣术，此为实不可赦也。臣李光地叩请皇上明正典刑，将明珠罢官拿问，深查严办。说为什么说他贪污受贿而不弹劾他结党营私呢？康熙有他小九九，贪污受贿是你明珠一个人的事儿，如果你结党营私，那坏了，那整个明党全有罪，这就会跟康熙形成对抗。所以说他只以贪污受贿的名义弹劾明珠，就这么把明珠下了大狱。你呀，奸猾无比，面目可憎，简直就是个李光地。斩！明珠不是一般人，这个时候他想明白一件事，说皇上整我，这是我动他皇族的利益，但皇上为什么只弹劾我贪污行贿呢？他怕我身边这些党人集合起来反对皇上，所以皇上对我投鼠忌器。再有一点，他为什么对我投鼠忌器呢？为什么以前我做成那样他还用我呢？那是因为有索额图存在，索额图所党的力量也很大，他用我来牵制索额图。就各位，你可不要以为你的敌人你就恨他，你的存在价值往往一半在你敌人身上。你要没有一个对头，你就没啥存在价值。这就咱们经常说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敌我破，谋臣亡，就这道理。
正是有索额图存在，明珠的价值很大；正是有明珠存在，索额图的价值很大。所以这时候明珠为了摆脱困境，兵行险招，他让他一个卧底。什么卧底呢？就这人表面上是索额图那头的，其实是明珠那头的。上书皇上干嘛呢？说你这活这罪轻了，明珠这不是说贪污受贿那点事儿，他结党营私，密谋反叛呐。这一弄，很多人吓坏了。你贪污受贿一个人斩了得了，结党营私、密谋反叛，这是祸灭九族的罪过，你所有这些全得给你杀了。所以这事儿一下捅大了。由于这个尚书是卧底嘛，表面上是所党，所党很多人觉得，哎呦，这一下可以置明珠于死地了。所党很多人纷纷附议，对，就这么回事，这明珠就得弄死他，这全家都不能留，咱那些人都得杀。这时候，一个这么大个炸药包扔到康熙怀里了，康熙犯难了。别以为明珠垮台了你就没事儿，好好看这些折子吧。是，都是弹劾你的。这些弹指真有假呀，请皇上明察。什么真假？只要有一件真的，你也罪无可赦。是奴才之罪，奴才请皇上赐罪。所以你看，后来索额图反而做大了，被康熙给斩了。这一杀索额图，所党灭了，明珠在这位置上，是龙得趴着，是虎得卧着，待了多少年了，明党也没势力了，所党明党党争烟消云散。所以你看，康熙这个御臣之权谋之术，第一流的，非常高明。哎呦，所相啊！哎呦喂，我说所相啊，我给你算着时间呐，还得有几年，你现在急着进来干什么？快走快走！所相，您里边请，里边宽敞，狮子多，乐死我了！快走走！当然，这个事儿呢，我们看电视剧为什么看得津津有味呢？因为索明两党的党争啊，活生生的一幅官场浮世绘啊。两个人这种互相倾轧，又互相结合，又你利用我，我利用你，对我们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都有很大的警示意义。我们电视机前的这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就是不喜欢京戏，也一定对这两句耳熟能详。那就是苏三立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一圈。你一听就知道，说这不就苏三起解吗？也叫玉堂春。哎，这个是京剧里的名篇。说这苏三呢，本来是这个妓女出身，后来碰着公子王金龙，两个人呢本来挺好的。这王金龙呢被这个妓院给赶出来了，然后王金龙后来啊转了个圈，又高考中了之后呢，赶上苏三遇到一个命案冤案，他把这苏三呢从牢里给救出来了，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那么这个事儿呢，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都熟悉，说这个小说里也有，评戏里也有，京戏里也有，这都是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。但是您可能不知道，苏三呢不是杜撰出来的艺术形象，历史上实有其人。现在在苏三当年含冤入狱那个洪洞县，山西洪洞县，还有苏三当年被关那个监狱还在呢。苏三虽沦落风尘，却痴情刚烈。他对王景龙的爱情坚贞不渝，他对老鸨的威胁坚决不从，他对沈红的利诱坚持不受。即便含冤入狱，苏三依旧坚贞不屈。也许正是他对爱的执着，让他的故事流传400年。苏三究竟是怎样一个奇女子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苏三的故事。说这个事儿呢，咱们就得这个从头给大伙说。苏三呢命很苦，5岁的时候呢父母双亡了，他本名姓周，叫周玉洁。后来父母双亡，失去依靠了，就被这个家里的亲属啊给卖到妓院里去。卖哪儿去了呢？给他卖到了北京的苏淮妓院。由于卖到苏淮妓院，他到那妓院的时候，妓院前面已经有2个妓女了，叫苏大苏二，到他这就苏三了。那么他自己恪守一个原则，我呀卖艺不卖身。有人说在妓院还能维持这冰清玉洁，怎么可能呢？有可能。为什么？
因为苏三这个名气越来越大，这个人呢都有好奇心，说越是我见他一面不容易，得花大价钱，花大价钱他也不一定见我。哎，你越想见他，而越说他这你得不着什么，你也住不下来，你得不着他这人，反而有一些人就越来劲，那我得见识见识这是什么样奇女子。所以在京城里头啊，苏三的艳名传遍了，都说这是京城一姐。哎呦，一看您就是个识货的。哎呀，你去这一片大大小小的行院看看，我们家三姐不是第一也得数第二。我从小调教教养到今天，就是不肯轻易许人，所以他成了这老鸨的摇钱树。这老鸨名叫一秤金，你琢磨多贪财吗？叫这么个名。所以说这苏三呢，这个时候呢就等待着他命中的真龙天子出现。那么这个人后来就出现了，谁呢？就是咱们说这个王景龙。公子贵姓啊？我姓王，家父就是刚刚离任的礼部正堂。哦，原来是尚书老爷的公子啊！哎呀，失敬了，失敬了！来，快坐，快坐。这个王景龙是干嘛的呢？他爸爸是当时的礼部尚书，就等于现在的这个文化部教育部部长这么个位置。他爸爸叫王琼。那个明朝的时候呢，这个党争争得很激烈，在这个权力斗争当中啊，他爸爸遭人陷害，皇上说你呀别在京城干了，我要给你贬回老家了，你回去吧。把他贬回去了呢，这王琼呢马上不是把家里所有人都弄走，他没有，他把自个儿子，这时候王景龙17、18岁，王三公子，家里行三，他把这老三留在北京了。说干嘛呢？这毕竟这个当礼部尚书，这手头有俩钱儿。这王琼那时候有亲朋好友向他借钱，他借出去大概3万两银子。那我走了，我得有人给我收这账啊。行了，我儿子老三你别走了，你挺能干的，你在北京待着，把账收齐了你再回去。龙儿啊，这些借据你拿着。哎，你过来。哎，你拿着这些借据啊，督促王定收账，等银子收的差不多了，你的事也就考完了，赶快带银子回家。就这么这个呢，王三公子王景龙留在北京，旁边有个老家人叫王定陪着他。这个王三公子很能干，用了3个月时间把这3万两银子基本就收齐了。收齐了，这就准备要回去了。回去之前，这王景龙说：“哎呀，这次离开北京，不定何年何月能回来。在京城里再溜达2天，我再走。”就这么，老家人王定呢陪着他在北京转悠。有这么一天，转悠一个地方累了，一看前头有个小酒馆，腹中饥饿，来吧，咱俩到这吃点喝点。坐到那儿呢，这是个类似现在大排档，开放式的。旁边那桌坐俩女孩，那年月女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这要坐着你不知道干什么的。一看这俩女孩真漂亮啊，这王景龙就多看2眼。后来又问那老板，谁家女孩啊？小二，来了。还缺的什么？那2个女的。喝着那是2个啊？那是胭脂胡同一秤金苏家的翠香和翠红啊，长得挺秀气的。这才好了，他们家还有一个呢，排行3姐，叫苏三，那才叫百里挑一呢。2位看看，这是实话。小二，行俩就说他了。小二，王景龙就好奇，你胡说，能那么漂亮？这俩就够漂亮的。哎呀，三公子，你看你岁数小，你没见过真正漂亮的，真漂亮那是。说这见他一面特别难，光见一面就100两银子进门费，人还不一定愿意见来。这王景龙这年轻人好奇呀，再一个你别忘了17、18青春期，正是这个春情萌动的时候啊。一听有这事儿，三公子说我得看看去，就这么跟老家人王定说你先回去，我自个儿去看去。就这么他就来到这个苏怀剧院。一听说100两银子，我给200两。这王三公子从小家里富裕，花钱花惯了，200两。正这功夫呢，底下这个一说，这苏三在2楼，就把这个窗子推开了，往下看一眼。前面我说了，这苏三呢也是等着，
说在这个地方很难有冰清玉洁之身，早晚得跟一个男人，那不能跟那粗鲁之辈，那得是起码我这看得上的。哎，这一眼一看，这王三公子英俊潇洒，长得很端庄，不像是那种浪荡公子纨绔子弟，他可就相中了。哎，打发丫头传话，说这客人我可以见。就这么着，俩人见面，这见面搁现代话说叫一见钟情，那就如胶似漆了，百无禁忌了。这个王景龙王三公子就住到这苏怀妓院了，回头告诉老家人王定，你呀回去吧，见我爸爸去吧。你说我过2天就回去，说过2天哪舍得走啊？冷居难成，热居难散，没舍得走，就在这妓院住下来。他手头有钱呢，收回3万两银子来呢。那3万两那可不是小数这。他拿着这笔钱呢，一天不用说跟苏三2个人这个寻欢作乐呀，吃喝玩乐，连那老鸨说啊，这我这欠点账没钱还，行，我给你还。哎呀，你去给我丢人吧！我看你还说疯话！好了好了，不要闭上嘴！吵了。苏大叔，你说实话，在外头一共欠这家多少钱？新债旧债连利息，一共是3000两银子。好，王定。公子，开箱子，拿3000两银票交给苏大叔，再拿500两银子交给妈妈贴补平日家用。说这么这个王三公子呢，花钱如流水，哎，这妓院上下都围他转，这真有钱呐，平常就奉承呗。可是咱这么说，这个坐吃山空啊，3万两银子也有花没的时候，不到1年，这个银子没了。你看人有钱都捧着你，没钱可就不行。而且作为王三公子来讲，有钱的时候意气风发，颐指气使，你给我干这个，你给我干那，一没钱自个儿都虚。所以咱们实事求是有句话，钱就是人的胆，没有钱你连胆都没了。所以这个王三公子一没钱，老鸨一看行了，你也没钱了，还赖在我这干嘛，就要把他往出撵。这时候苏三就跟他说，这样吧，不行你就回去啊，见见你父亲，咱们俩人这有情人不再朝朝暮暮啊，你回去琢磨咱们成终身眷属。他也没钱走了，苏三说这么的，我给你盘缠，这干了这些年怎么也得攒点，这给他点那给他点，拿些首饰给他。就第2天呢，是王三公子呢回去了，出门带个包袱走了。这老鸨琢磨了，他花的溜干净啊，也没见周身还有什么细软呢，带个包袱走了，这不用问呐，准是这苏三呐啊，这倒贴的混蛋啊，自己这还给人家拿钱，这还了得？打发几个家奴在城郊上劫王金龙，把王金龙一通暴打，就把这包袱抢了。救命！我的钱！别抢我的钱！我的钱！救命！打劫了！没走了，这个人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苏三就惦记。有这么一天呢，楼底下来了个卖瓜子的。这平常呢，这是楼上楼下下来就买瓜子干嘛？一买瓜子，这位卖瓜子说了，我是王景龙派过来的，他现在回家真没钱了，你能把钱给我不给他？苏三一听，我能信得着你吗？你是骗子怎么办呢？这样，这不过2天呢，就是阴历的15了，月圆之夜啊。我呢下午呢到关帝庙还愿去。如果你是王景龙派你来，你就让他后天15下午在关帝庙后院我跟他见面。就这么着，这卖瓜子走了。苏三这边呢跟老鸨说了，说这些天我也跟你较劲，你回来你说我这说我那个。苏三一来气，不见客了，不见客也挣不着钱了。这老鸨也不愿，天天的催他说，这样我呢后天呢到这个关帝庙还愿，还完愿回来我正常工作，继续接客。当初我和王公子好的时候，是在关王庙神前起过誓的。关王爷最神灵，不去祈祷神灵，把我的心思说明白，再去接别人，我可不敢。哎呦，这好办呐！我呀，给你预备香烛纸马，你到关王庙去还个愿，烧炷香，求告求告，不就得了啊？就这么的，还让下人抬着轿子送他去。
在关帝庙的后院见着王景龙。哎呦，王三公子这个惨了！你想没钱流落他乡，这个人呐，如果没有钱，你记住那么句话，叫物离相贵，人离相贱。这时候呢，苏三给他出个主意，我身上还带点钱，我给你，这钱可不够你回家。你这样，你借一匹马啊，你再换身新衣服，明天你就在这大门口这儿大张旗鼓的就过来喊找我。是老鸨一看你这样，以为你又发财了呢，这样进来见我自有分教。哎呦，王姐夫，那阵风又把您给吹回来了。妈妈你好，三姐好吗？哎呦，别提了，从你走以后啊，没一天不想你的。哎，姐夫，您从哪儿来啊？南京，我爹让我带了5万两银子来替他活动活动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官复原职。正好遇上了金哥，他非要拉着我来看一看。这样吧，我先回船上安顿一下，把箱子安排好了，我再来。哎呦，姐夫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哎，就是要走也得看看玉堂春呐。他呀，等你等的真是望眼欲穿呐，眼泪也不知道流了多少。来来来，金哥拉一下牲口下来呀，来吧来吧。就这么着，王景龙又进了苏三的屋。苏三为什么以这种形式把他接回来？因为给过他几回首饰啊，基本上这好带的这个细软就没了。屋里头真有点值钱的呢，都不太好带的。你比方说这个存银的这工艺品了，镀金的这个什么之类的了，这都不好拿。你只有这大摇大摆进来往出带东西，老鸨才不堪，认为你又有钱了。就这么当天晚上几个包袱裹吧，然后藏到马凳子底下，马肚子底下也再藏点。第二天早晨，这王景龙大摇大摆骑着马走了。这一走，这老鸨想过味儿来了。一进苏三这屋一看，屋里那摆设都没了，坏了，上当了。说你这混丫头又坑了我一回，我的金银器皿都没了，大骂苏三。这苏三可受不了了，跑到妓院门口喊上了。这老鸨你想对苏三能有好脸吗？而且这时候苏三心思早就不在妓院里边了。他走的时候跟王金龙嘱咐啊，你呀学问不差，好好考试去，大比之年赴京赶考，你要得了功名，不就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吗？就不成问题了，你做官了就好办了。所以这苏三这心呢早就飞出去了，所以在这儿整天称病不接客。老鸨也拿他没办法。哎，有这么一天，山西洪洞县有个富商叫沈洪，来到这个妓院。这是2000两银子，我就要玉堂春。就这么着，沈洪花重金要买这苏三。这老鸨想了个很歹毒的主意，跟苏三说，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啊，我也心挺软的，看你这样我也不好受。这么着吧，你不想让你王三公子告终吗？咱们后天还去那个关帝庙，你还去许愿去，愿王三公子高官得中，骏马得骑。哎，他要来接你赎你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也能发笔财？走吧。哎，苏三一听老鸨说的入情入理呀，就这么的，老鸨派人抬着轿子送他上关帝庙。哪是上关帝庙？出了门之后，这轿子一路奔北京城往外，直接就给抬山西去。你们这是要抬我上哪儿啊？去山西。你这狗贼，你跟王八板定的是什么计啊？真的把我抬回宜春院呢？我们现在已经出了北京城了，我为你花了3000两银子，还能送你回去，不准停，快走！苏三这时候知道也晚了，一个弱女子怎么反抗啊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进了这个富商沈洪的家里头。这个沈洪咱这边先不说，咱再说这王景龙，真是大比之年赶考得中了，中了进士，当了八府巡按了。这时候再回来一问老鸨呢，把苏三给卖了，就知道卖到山西，卖到哪儿不知道，那么大山西上哪儿找去？这时候王景龙真是个痴情种子，跟朝廷提出来，我要换地方，是吧？给我调山西去，我到那儿当头去。为了寻访这苏三，就这么的呢，这王景龙调到了山西。调到那边之后，没想到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富商沈洪被杀。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苏三的故事。
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。说怎么这沈红被害了呢？这个沈红啊，对这个玉堂春对苏三是很好的，可无奈苏三心属他人，你要一进我身，我非打即骂，宁死不从。你再逼我上吊抹脖子，我喝药。所以这沈红呢也没办法，只能是呢，我当个姑奶奶是先给你供养起来。但是这个沈红家里头呢，可不止这个玉堂春一个女人，哎，他还有个原配夫人。他这夫人呢，还不怎么守妇道的，因为这沈红是个富商，常年在外边经商。这个夫人呢，春归寂寞，耐不住了，没守住，哎，跟一个叫赵昂的人，俩人有奸情。有奸情的这回本来以为这富商要不在家，您俩人如鱼得水，怎么玩都行啊。多个玉堂春在这，你甭管怎么，这有点害眼呢。他要看着你进进出出的这蛛丝马迹的，纸里包不住火呀。他要知道告诉沈红，不就坏了吗？所以这个赵昂和这个沈红的夫人商量商量，咱想法得把这玉堂春弄死，要不然他在家咱们永无安宁之日。说怎么办？最好办下毒啊！每天这个玉堂春厨子给做好面条送过来，在面条里下毒。没想到的是呢，苏三呢思念王景龙，没有胃口，这面条就没吃放着了。正赶上沈红在外边谈事回家，到这个苏三这屋一看有碗面，我这饿着呢，你吃吧。他给吃了。吃完了，苏三说你别在屋待着，我看你来气。沈红说行，出去了。走到院子里头，这毒可就发作了。哎呦，这肚子里肠子跟断了似的，躺到地上直喊。苏三还以为是骗我给他开门吗？不喊。隔了一会儿再喊，听着不对，一扒窗户再一看，蹬两下腿，这沈红躺地上死了。苏三赶紧出来喊人呢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没了？那边这个赵昂和那位沈夫人早有准备啊，知道发生这情况，进来直接指着苏三鼻子，你谋杀亲夫，就是你对这个沈红怀恨在心，他把你买回来了，你不肯从他，所以你在面条里下毒害死他。这个事儿，洪洞县大老爷来审这案子，那是很明显了。你要看这些证据也真够，再加上呢，这个赵昂和这沈夫人使了银子了，这大老爷马上把这个苏三下到大牢，就准备问斩。下那大牢呢，就是现在这个山西洪洞县古淮南路的那所监狱。现在你要到那洪洞县，你能看着那监狱，两排房子，总共12间，有铁丝网，有铜铃的。这是明朝时候的监狱，是1369年建的。我们都知道朱元璋1368年都应天在南京建立大明王朝，1369年建的，到现在600多年了。苏三这案子呢，距现在得有400多年了。那时候范迪案就把他收到这个监牢了。收到监牢本来要问斩，这个时候正赶上王景龙下来调查，一查这个沈红这案子，王景龙觉得这案子有疑点，再一调查一问跟苏三有关，赶紧把苏三这些人所有的嫌犯给我从洪洞县押解到太原，我要重审。到了太原再一审，3下2下真相大白了，苏三洗脱冤情，与王景龙俩人终成百年之好。所以你看这段故事呢，你听着好像也不长，可是里头跌宕起伏，它很有戏剧性。苏三历史上实有其人，这案子也确实有，但是是不是之前和王景龙有那么曲折经历呢？这不好说，因为这些情节呢，来自这个明朝的小说家冯梦龙的这个《警世通言》里边。《警世通言》里边叫玉堂春落难逢夫，是这么个故事。那么说这个故事其实是写的是什么？咱严格来说，就是旧社会啊，重重压迫之下的底层民警，他为了自己的幸福敢于反抗。苏三就是一刻也没消停，不信命，不认命，不服气，我就不信我这辈子这样，我大胆追求我的爱情。其实在那个年月，像苏三这么幸运的，最后碰上自个儿情人还是官，然后还认真审案给解脱了，这可以说1000件这种事情呢都不会有1、2件发生。那冯梦龙写这种偶然事件，其实是等于什么呢？让很多处在被压迫当中，处于平淡而又无奈生活当中的一些女人，感觉到生活还有希望，
所以说苏三起解的故事呢，我估计在过去民间流传的时候，也激励了不少这个受压迫的女同志啊，来与命运之间抗争。但是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，这种抗争最后的结果是自己可能死得更快。所以像幸运到苏三这种程度的，可以说是万里无一。